哎，我问你哦，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啊？想到要去看牙医，那个心里嗯，就会有点一下，对不对？蛀牙好像永远补不完的感觉，那拔牙就更不用说了。然后虽然听说植牙现在好像很厉害啦，技术很成熟，可是想到那个要在骨头里面钻一个洞，嗯，还是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对吧？不过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的这个主题啊，可能会让你对牙齿的未来哇充满了各种想象哦。你试着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的牙齿蛀掉了，或者不小心撞断掉了，不是用那种人造的东西去补起来，或者换一颗假牙，而是就像我们小时候换牙那样，重新长一颗真的牙齿出来，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才会出现的情节啊？但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很多科学家他们很努力在做的事。我们这次啊，就帮你爬出了很多资料，有学术界那种很前面的研究，也有实际医院的临床报告，还有最新的科技新闻，就是要带你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牙齿再生这个超级让人兴奋的领域。准备好了吗？OK，那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牙齿再生会这么感兴趣啊？现在的补牙、做牙桥还有植牙，不是已经很普遍了吗？这些方法，难道还不够好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在的治疗方法确实啦，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但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比如说补牙好了，根据我们看到的，像台大陈教授的文章，还有一些科技报道的分析啊，你每一次去补牙，其实都会磨掉一些些你原本健康的牙齿结构。哦，对耶，而且那个填充物它自己也有寿命嘛，用久了，可能旁边会有缝隙跑出来。然后就二次蛀牙之类的。对，没错，或者变得很敏感。这我好像有经验。那植牙呢？植牙不是说可以用很久？植牙，现在是很成熟的技术，没错，对缺牙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你要想哦，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外科手术，然后植进去的是钛金属啊这些人工的牙根，就像有些报道提到的，它毕竟不是一个活的器官。这里我觉得最关键的差别就是现在的这些方法比较像是静态修复。静态修复。对，就是你补上去或者植进去的，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不会变的东西。那跟真牙有什么不一样？差多了。真牙是动态的，你要想，一颗自然的牙齿，它里面有自己的血管送养分，对不对？有神经，所以你才能感觉到冰、热或是咬到硬的东西。还有那个牙齿周围有一层很有弹性的韧带，叫做牙周韧带。哦，我知道牙周韧带。对，它就像一个避震器，让牙齿跟旁边的骨头可以一起合作，去适应那个咬合的力量变化。这些都是现在的人工材料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出来的生物功能。哇，原来这么复杂。而且啊，牙齿缺失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哦。像台大的资料就有提到，超过50岁的人，平均可能缺了快12颗牙，12颗，这么多？对呀，你想想看，这不只是影响吃东西而已哦，可能讲话发音啊、脸型外观啊，甚至自信心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确实。所以如果能够长回一颗真正活的、有生命力的牙齿，那当然是最理想、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嘛。了解了，目标是要长出活的牙齿。那这要怎么办到啊？听说关键好像在一种很特别的细胞身上吗？没错，对，这就要讲到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大明星了，就是蛋细胞。就像我们这次看到的，不管是台大还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资料，都显示科学家在我们的牙齿里面找到了好几种很有潜力的干细胞，把它们想成是藏在牙齿里面的万能种子就对了。万能种子。
对，而且这里有趣的地方是这些牙齿干细胞的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拿到。比方说，很多人不是会去拔智齿吗？对，还有小朋友换牙掉下来的那些乳牙，这些以前可能觉得是医疗废弃物，丢掉就算了的东西，现在发现，里面竟然藏着宝藏。特别是那个从乳牙牙髓，就是牙齿中间软软的部分分离出来的干细胞，叫做 SHED， 它的潜力哇非常惊人，不只可以变成牙齿相关的细胞，在实验室里面甚至有办法让它变成骨头、软骨，甚至是神经细胞。这么厉害？对啊，所以你现在会听到市面上有所谓的乳牙银行这种服务。真的假的？乳牙银行？就是有些人会把小朋友掉下来的乳牙赶快送去处理保存，就是想要把这些珍贵的干细胞留下来。哇，所以丢掉的乳牙竟然这么有价值？那恒牙里面也有吗？有的有的，从我们恒牙的牙髓里也能找到干细胞，叫做 DPSC。这种细胞对于修复牙齿内部的牙本质，很有潜力。另外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是在那个牙根还没完全长好的牙齿尖端，那边也有干细胞，叫 SCAP。这种对于帮助牙根继续长好非常重要。甚至连牙齿旁边的那个牙周韧带里面也有干细胞，未来可能对治疗牙周病有帮助。哇塞，听起来我们牙齿里根本到处都是宝藏哎！真的，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些牙齿干细胞之所以这么受关注，还有一个原因。中山大学的研究有提到，它们是来自我们胚胎时期一种叫做神经菊的细胞。神经菊啊？对，这类细胞在胚胎发育的时候，本来就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头骨、脸部发育很有关系。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牙齿干细胞好像在修复神经啊、骨头这些方面也特别有潜力。甚至有些研究已经开始在探索用它们来治疗一些神经退化疾病的可能性了。哇！而且它们好像还有不错的免疫调节特性。也就是说，未来如果需要用到别人的干细胞做异体移植的话，它们引起排斥反应的风险可能会比较低一点。了解。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些很神奇的种子，就是干细胞了。但光有种子好像还不够要这么把它们种成一颗完整的牙齿啊。听说牙齿自己长出来的那个过程，超级无敌复杂的。对，你说的没错，那简直就像是一场编排的非常精密的细胞交响乐。我们这次参考的台大资料，还有一些报道，都有描述这个过程。很简单的说呢，一颗牙齿的形成，它需要2种主要的胚胎细胞，一种叫上皮细胞，一种叫尖叶细胞。你可以想象成是2个建筑团队啦，他们需要不断的互相沟通，传递讯号。沟通？细胞之间怎么沟通啊？一网的传递讯息，这样才能按部就班，让牙齿从一个小小的像牙包一样的东西，慢慢变成有牙冠、有牙根的复杂形状，经历所谓的包状期、帽状期、中型期等等。哇，好精密哦！超级精密，而且科学家还发现如果这个讯号传递的过程，中间出了什么差错，牙齿可能就长不出来，或是长成奇奇怪怪的样子。像台大的研究甚至找到特定的基因，好像叫 Homebox 基因 Box1，它就像是那个设计蓝图上面的指令一样，可以决定这颗牙齿将来是要长成门牙的样子，还是臼齿的样子。天哪，连形状都可以控制，那要在实验室里面重现这个过程，听起来挑战很大没错，非常大。所以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提供一个类似大自然那样的环境，让这些干细胞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以前有很多尝试会失败，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以为就把各种生长因子那些讯号分子一次全度加进去就好了嘛。但后来发现这样做反而不行，会把细胞之间那个自然的对话给打乱掉。所以不能一次给太多指令就对了。对，
关键可能在于要模拟体内那种慢慢释放、有时间顺序性的讯号。而且光有讯号还不够，你还需要给细胞一个物理性的支撑，让它们可以附着、排好队形、好好生长。这就是现在研究里面的一个重点，叫做支架材料。支架材料听起来有点像盖房子用的那个鹰架。这个比喻蛮好的，差不多就是那个概念。根据像张家杰博士的论文摘要，还有中山大学的文献回顾啊，这些支架有些是用天然的材料做的，比如说胶原蛋白，或者甚至有人把捐赠的牙齿经过特殊处理，把细胞都移除掉，只留下那个牙本质的结构 TDM 当做一个天然的骨架。哇，用真的牙齿结构当骨架。对，也有用生物工程技术去合成的，像是某些特别的水凝胶或是奈米纤维之类的。它们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暂时的家，一个3D 的结构，引导那些干细胞在里面生长、分化，长成我们想要的牙齿组织。等到新的组织长好之后，这些支架材料通常会慢慢被身体吸收、代谢掉。哦，原来如此，好，理论听起来真的很厉害。那实际上呢？到底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有成功长出牙齿的案例吗？好，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进展哦。在实验室的阶段，像 BBC 就有报道过，英国的科学家他们已经有办法在那个培养皿里面用干细胞培养出有点像牙齿雏形的结构，它们叫 tooth organoids。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准备要变成牙釉质和牙本质的细胞，在盘子里长出牙齿的雏形。对，虽然还不是完整的牙齿，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起步。然后在动物实验这方面啊，台湾大学的研究团队其实有非常亮眼的成果哦。哦，台湾也有。有，他们发表的研究显示，他们曾经从那个迷你猪的身上取得还在发育中的牙胚细胞，在体外稍微培养一下之后，再把它植回到猪的下巴骨头里，结果真的长出了一颗跟原来差不多大小的牙齿。有牙冠，有牙根哦。哇塞，在猪身上成功了。对，而且他们还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灭菌牙本质支架 TDM， 在山羊还有免疫缺陷的老鼠身上，也成功地再生出包含牙根、牙髓甚至牙周韧带的这种复杂的牙齿结构。这就证明了，在动物体内再生一颗结构比较完整的牙齿是有可能办到的。天哪！从猪到羊都成功了，那离我们人类的应用呢，还要多久啊？要在人身上直接从无到有长出一整颗新的牙齿来取代植牙，这个说实话，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在另外一个相关的领域叫做牙髓再生。牙髓再生？对，就是让我们牙齿内部那些神经啊、血管啊这些活的组织再生的技术，这个部分已经有比较接近临床应用的成果咯，特别是针对年轻人的恒牙。哦，牙髓再生，这跟我们一般听到的那个抽神经有什么不一样啊？差很多哦，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像我们参考的奇美医院廖医生的临床报告，里面就有很好的说明。你想哦，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换好的恒牙，其实牙根尖那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关闭起来。那如果这个时候很不巧，因为蛀牙蛀得很深，或是外伤去撞到，导致里面的牙髓，就是我们俗称的神经血管，整个坏死掉了。传统的标准做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把里面坏死的东西全部清干净，然后封填起来，俗称抽神经。对，抽神经。但这样做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牙根的发育就停在那个时候了，它不会再继续长，牙根壁也不会再变厚。哦，所以牙齿会比较脆弱。没错，这种牙齿将来就比较容易因为咬到硬的东西，或是再次受伤而断掉。那所以现在有
更好的方法了吗？对，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叫做再生性根管治疗 （regenerative endodontics）。它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巧妙哦。医师在仔细清洁消毒完那个根管之后啊，他会刻意用器械去刺激牙根尖周围的组织，目的是要让血液可以流进那个空空的根管里面。让血流进去，为什么？因为血液里面就带着从牙根尖附近来的干细胞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SCAP 啊。哦，原来如此。对，然后医师会用一些特殊的生医材料，把这些干细胞跟血块一起保护封填在根管里面，就像是帮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再生的环境。哇，等于是邀请身体自己的修复大队进驻的概念呢。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像奇美医院分享的案例就显示啊，有些小朋友经过这种治疗之后，本来 X 光片看起来牙根还短短的开开的，结果追踪一段时间发现，牙根真的继续变长了，而且牙根管壁也变厚了。真的假的？牙根会自己长回来？对，这就等于是让这颗年轻的牙齿活了过来，继续完成它本来应该要完成的发育过程。天哪，这太神奇了！对呀，而且成功率还蛮高的耶，好像有到90%以上。甚至如果那个牙髓只是发炎，还没有完全坏死的话，现在还有更保守的治疗方式，叫做活髓治疗。就是只把发炎坏掉的那一小部分移除掉，尽力保留住底下健康的牙髓，让它有机会自己修复，牙根也能继续正常发育。哇，听起来这对年轻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哎。那如果是牙髓已经整个都坏光了的牙齿呢？除了传统抽神经，还有机会再生吗？这个就更进一步了。中山大学他们整理的研究回顾里面就有提到，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团队已经进行到人体的临床试验了。人体试验？对，他们尝试的方法是从患者自己身上，比如说拔下来的智齿或乳牙，取出干细胞 DPSC 或 SHED， 在实验室里把它们培养增量之后，再把它们植入到那个牙髓已经坏死的牙齿根管里面去，把实验室养的干细胞种回去。对，有的是直接植入，有的是会先把细胞聚集成小球体再放进去。那结果怎么样？结果非常令人兴奋。他们追踪这些患者发现，那些牙齿的根管里面不只重新长出了有血管分布的类似牙髓的组织，甚至还恢复了神经功能。就是说，患者对冷热的刺激又能重新感觉到了。啊，恢复感觉，这真的是再生出活的组织了耶！没错，而且对于那些原本牙根还没发育完全的牙齿，他们同样观察到牙根继续生长、根尖孔缩小的现象。这几乎就等于是再生了一个功能性的活的牙髓。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啊，不过这里还是要稍微强调一下哦，像奇美医院介绍的那种再生性根管治疗或是活髓治疗，目标是保住并且促进现有牙齿的发育。这个在目前的临床上，特别是针对年轻恒牙，是相对比较成熟可行的技术。而利用体外培养的干细胞去再生整个牙髓的这个做法，虽然临床试验看到了非常惊人的可能性，也证明了再生功能性组织是可行的，但距离变成一个常规的普遍的治疗方式，可能还有一些距离，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它长期的效果、稳定性和安全性。但无论如何啦，这都代表再生医学在牙科领域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了解。不过除了用干细胞这样，好像要花点时间慢慢种回来，有没有那种更快、更像科幻小说的方法？比方说吃一颗药，然后牙齿就自己长出来了，有可能吗？哈哈，你这个想法，还真的有人在做哦。啊，真的假的？真的诶，根据那个 ESG Times 的报道啊，日本就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正在开发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药物。
他们的目标啊，是去抑制我们身体里面一种叫做 USAG1 的蛋白质。USAG1 蛋白质，那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身体里面调控牙齿生长的一个刹车系统的一部分啦。刹车？对，这个 USAG1 的蛋白质，它平常的功能呢，就是去抑制牙齿发育的相关讯息。所以日本这个团队的想法就很妙咯。如果我们用一种很特殊的抗体药物，去精准的把这个刹车的功能关掉，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去唤醒我们成年人体内可能还残存的在睡觉的牙齿胚胎，也就是所谓的牙，然后刺激新的牙齿长出来？等等，用药物把那个生长的刹车关掉，这听起来也太神奇了吧？这有可能成功吗？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啦，但是他们在老鼠还有雪貂这些动物身上已经初步成功的诱导出新的牙齿生长了哦。在动物身上成功了？对，而且根据报道哦，他们针对人体的第1期、第2期的临床试验，据说也已经启动了。初期的方式是透过静脉注射来给药，他们希望第一步呢是先能帮助那些因为罕见疾病天生就缺少牙齿的患者。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开发像感冒药那样方便的口服药。口服药？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预估最快可能5年内就有机会看到一些成果。我的天，口服药可以长牙，这如果真的成功了，那真的是会颠覆整个牙科治疗绝对是，这等于是开创了一条从我们刚刚讲的细胞疗法转向药物疗法的全新路径，那个方便性当然是会大大提高。不过，我们当然也要很谨慎的去思考。思考什么？比如说，这种是作用在全身的药物嘛，那你要怎么去精准的控制牙齿只在你需要的地方长出来？对哦，会不会长在奇怪的地方？或者是长几颗，长成什么样子，能不能控制？还有，这种药物会不会有脱靶效应，就是影响到身体其他不相干的地方？对，这很重要。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这些都是未来需要非常非常严谨的临床试验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确实为牙齿再生提供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可能性。哇，今天这样听下来哦，从那个干细胞啊、支架到再生牙水的技术，甚至还有可能出现的长牙药物，感觉这个领域的科学进展，好快哦。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到底还要等多久，我们才真的有可能用长出来的新牙来取代植牙或是假牙呢？这个问题我想是大家最关心的。综合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资料，像是 BBC 或是 COPCP 引述的一些专家的看法，大部分的评估是要达到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客制化生产一颗功能完整的牙齿，然后成功的植入人体，并且变成一个很普遍常规的治疗选项，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长，大概是多久啊？有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可能是我们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才比较有机会普遍实现的技术。啊，还要这么久？听起来不是已经有很多突破了吗？为什么还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主要还是因为再生一整颗牙齿的复杂度真的非常非常高。你想哦，一颗牙齿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硬组织，像牙釉质、牙本质、牙骨质，还有软组织，像牙髓。要让这些不同的细胞和组织在对的时间长在对的位置，形成一个完美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将来还要能够承受我们每天吃饭、讲话可能上千次的咬合力量，这个技术上的挑战真的很大。的确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现实层面的考量，比如说非常严格的安全性测试，一定要确保它是安全的；长期的效果追踪，它到底能用多久，稳不稳定？还有技术要怎么标准化，让每个医生做出来的品质都一样好，以及大家一定很关心的成本问题，这个治疗会不会非常非常贵？
对，费用也是个大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克服的难关。听起来确实还有不少关卡要一个一个去突破。是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只看挑战，也要看到已经取得的实际进展，对不对？嗯，就像我们刚刚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的，针对年轻恒牙的那个牙水再生相关的技术，它其实已经在临床上帮助了很多年轻患者，保住了他们宝贵的自然牙，让牙根可以健康的发育完成。对，这个真的很棒。然后利用干细胞去再生整个牙水的那些人体临床试验，也初步证明了它的可行性。所以虽然我们离那个完美再生一颗牙的终极目标可能还有一些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而且脚步其实正在加快当中。了解。所以下次当我们又需要去看牙医的时候，或许可以多一点点想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在面对蛀牙或是缺牙的时候，可能就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用外来的东西去填补或者是植入人造物，而是有机会去启动我们身体里面那种与生俱来的再生力量。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了牙齿再生的这个前沿发展哦，从认识那些藏在我们牙齿里潜力无限的干细胞，到理解科学家们是怎么样去学习大自然的智慧，试图在实验室重现牙齿那个精密的发育过程，再看到他们怎么样利用组织工程的支架，或是开发新的药物，在实验室甚至在临床上一步一步的让牙齿再生从梦想变成可能。没错，这整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展现了基础科学的研究怎么样一步一步慢慢走向实际应用的那个潜力。最后啊，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宏观一点的思考点。是什么？其实在我们参考的台大资料里面有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牙齿啊，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一点，而且它长在嘴巴里很容易观察嘛，所以它其实是科学家用来研究器官再生这个大哉问的一个绝佳的模型。用牙齿来当研究器官再生的模型。对，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完全解开牙齿再生的秘密，能够很安全、很有效的在需要的地方长出一颗功能完美的新牙齿，那你想想看，这个经验、这个技术对于我们未来如果想要去再生更复杂的，甚至攸关性命的器官，比如说肝脏、心脏、肾脏等等，甚至是对于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健康的老化、延长寿命这些努力，又将会开启一个多么巨大、多么令人兴奋的想象空间呢？这或许才是牙齿再生研究背后那个最让人期待也最深远的意义所在。